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贺喜，肖战与杨紫因合作余生，请多指教被传恋情，官方辟谣。就在刚刚，肖战与杨紫官宣恋情的消息，宛如又一则司空见惯的插曲，他俩的精彩故事该何去何从？然而，在演艺娱乐圈永不休止的绯闻漩涡中，这寻常表象之下，却折射出当代社会一种深层的文化症候。个体在庞大的舆论机器与公众集体想象面前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身份阐释权争夺。当明星艺人官方辟谣、反复声明否认恋情，仅为好友时，他们不仅是在澄清事实，更是在喧嚣时代中守护自我定义的微弱而坚定的声音。不过，有些粉丝观众却不死心，仍要继续问个水落石出。公众人物常沦为符号化的消费品，其形象不再属于自身，而成为大众欲望的投射载体。肖战与杨紫在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中的精彩演绎，构建了一个令人沉醉的叙事空间，使粉丝观众将剧中情感无意识地延伸至现实。这种人戏不分的现象，源于人类固有的叙事冲动，我们都渴望完美故事的延续，以致用想象填补现实缝隙。资本与流量驱动下的演艺娱乐圈，更是有意模糊戏内戏外的界限，将绯闻转化为持续关注的养料。于是，演员的真实身份被架空，成为集体创作的文本，任由外界涂抹与解读。在此语境下，明星艺人的否认声明具有超越事实澄清的深刻意义。它是对自身话语权的捍卫，试图将真实的自我从公众想象的后茧中剥离出来。每一次仅为好友的强调，都是对过度窥探的温和反抗，试图划定私欲与公欲的边界。这背后是现代性的根本诉求。肖战和杨紫作为独立主体，有权定义我是谁，也有权利选择我爱谁，而非被动接受他者赋予的角色。正如社会学家所指出的，自我认同并非固定不变，而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不断调整形成。但当这种对话被单方面臆想所吞噬时，澄清即成为维持身份主体性的必要努力。进一步而言，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反思自身与舆论的关系。在信息过载的时代，我们是否常将他人简化为满足心理需求的符号？是否习惯于透过偏见与幻想的棱镜看待世界？肖战与杨紫的案例犹如一面镜子，照见粉丝观众往往更愿相信剧情照进现实的叙事，而非平淡真相。这种认知偏差不仅存在于娱乐领域，更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当我们对他人形成刻板印象或妄加评判时，便在不自觉中参与了对其真实性的剥夺。最终，明星绯闻的罗生门启示我们，真实与虚构的界限需要双方共同守护。就算最终肖战和杨紫结婚了，修成正果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作为粉丝观众，难道不应该为他们高兴和祝福吗？一方面，公众人物需坚持自我言说，以抵抗被符号化的宿命；另一方面，作为信息接收者，我们应该学会保持审慎与尊重，给予事实更多空间和真相，而非沉溺于自我满足的想象叙事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这个迷雾重重的时代，既不被流言吞没，也不成为吞没他人的推手。当肖战与杨紫重申好友身份时，他们不仅在捍卫自己的真实，也在为我们这个时代上着一堂关于界限与尊重的必修课。而这门课的终极目标，是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在喧嚣世界中，拥有定义并守护自我真相的权利与勇气。近日，关于肖战与杨紫因合作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而传出恋情的消息，再一次冲上热搜。消息来得突然，热度发酵极快，仿佛只要两人稍有互动，就能被无限放大成暧昧信号。然而紧接着，
相关团队很快出面辟谣，重申两人只是朋友和合作关系。这样的剧情在娱乐圈里似乎早已屡见不鲜，但它折射出的社会心理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。首先，为什么观众总是如此容易相信戏里情侣，戏外成真？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叙事心理。影视剧创造了一个充满张力与情感的虚构空间，观众在追剧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情感。当剧情收尾时，人们不愿轻易抽离这种沉浸感，于是便把剧中 CP 延伸到现实中去，期待他们在生活中也能延续荧幕上的浪漫。肖战与杨紫在剧中的互动细腻真挚，自然成为这种心理的最佳投射对象。但问题在于，虚构与现实之间存在鸿沟。演员在现实中依旧是独立的个体，他们的生活轨迹与荧幕故事并不重叠。官方的辟谣并不仅仅是对流言的否定，更是一种自我定义的捍卫。当肖战与杨紫强调仅为好友时，他们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私人空间划定边界，避免被公众臆想裹挟。这背后隐藏的是当代娱乐圈里艺人常见的困境：一旦进入公众视野，他们就可能被简化为某种符号，成为大众情感的载体，却失去作为普通人的权利。另一方面，粉丝和吃瓜群众在这种舆论狂欢中，往往也忽视了一个事实：明星也是有真实生活的人。将荧幕形象过度延伸到现实，不仅是一种想象满足，也是一种隐性的侵扰。长期如此，明星很难拥有真正的私人空间，他们的社交乃至日常选择都可能被解读为暗示或回应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消费。更深层来看，这种现象揭示了当下社会中的身份阐释权争夺。换句话说，肖战与杨紫究竟是谁？他们的人生选择归谁定义？在热搜与流量驱动下，他们的身份被不断解构、重组，甚至被赋予他们从未表达过的角色。而每一次辟谣，便是他们对这种被定义的温和抗争。现代社会学认为，自我认同是在与外界对话中不断形成的，但若这种对话沦为单方面的幻想与强加，个体就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澄清来守护自己的主体性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观众不该有想象空间。文化消费的一部分乐趣就在于嗑 CP 造梦，这也是娱乐产业赖以维系热度的重要环节。但问题在于，观众的想象若脱离理性与尊重，就会演变为对当事人的压力。追星和嗑 CP 可以是一种轻松的娱乐方式，但它不应跨越对现实个体的基本尊重。换个角度想，就算未来某一天，肖战和杨紫真的走到一起，作为粉丝和观众，是否更应该是送上祝福，而不是提前预设结局？如果他们只是朋友，是否也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，而不是反复质疑？真正的喜爱，不是将艺人绑在自我幻想的叙事里，而是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。综上，肖战与杨紫的恋情传闻不过是娱乐圈舆论漩涡中的一环，但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却不容忽视。在信息过载和流量为王的时代，我们更需要培养辨别与节制的能力。明星是公众人物，但他们首先是独立的个体。我们是观众，但我们也应该是理性的旁观者。只有当双方都能守住界限，尊重彼此，娱乐才不会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。肖战与杨紫的再次辟谣，表面上是否认一段虚假的恋情，深层次上却是一次对个体真实的坚守。或许这才是他们能给予粉丝与社会最宝贵的一刻，在喧嚣的世界里，学会尊重他人的边界，同时守护属于自己的真相。